你一个炮灰黄毛，却有书中女主给你暖床，活不过一集的你却成了大结局最终 BOSS。如果遇到所谓的气运之子，立马就会被你的手下随手拍死。只因你父亲是当朝权相，权势滔天，外公是仙门太上长老，修为横压当时，可以说你简直是大夏第一权贵。原著中原主掳走主角小姨子苏清瑶，女主苏清寒闻讯赶来营救她妹妹，原主居然被女主用剑指着喉咙就被吓住了，然后乖乖交出苏清瑶。之后被赶来的男主下黑手把原主弄死了。穿越过来的你哪来受得了那个气？以你的身份吹口气就能灭掉苏家，苏清寒根本不敢动你毫毛。此刻你面对指在喉咙的剑，嘴角似掀起一抹嘲弄的笑意，而后慢条斯理道：清寒姑娘，你要杀我吗？还是不要尝试这种危险的举动？苏家在这余邑城内应该有数千人口吧？你想他们都给你陪葬吗？苏清寒银牙紧咬，娇躯发颤。他没想到，在这种身边已经毫无任何护卫的情况下，你依旧这般镇定从容，毫不慌乱，更好似完全就没将他的威胁放在心上。这种高高在上和轻蔑，仿佛就是在料定他根本不敢继续出手一样。这让素来骄傲的他内心刺痛，涌现无尽的不甘和难堪。你忽然轻轻一笑，伸手捏住了他那白皙细腻的下巴。他语气冰冷道：江公子请自重，清寒乃是有夫之妇。你不在意的邀请苏清寒坐下喝茶，并且笑道：没事，在下就喜欢苏姑娘你这样的有夫之妇。你那位赘婿夫君至今为止应该还没碰过你吧？苏清寒刚坐下，听到这话直接愣住了，眸里狐疑之色掠过，像是自己这样有着完璧之身的有夫之妇的确很少见。这一瞬间，他对那废物林凡的怨念更深。你再次悠悠开口道：在下其实有意纳苏姑娘为妾，不知苏姑娘意下如何？若是愿意，那便放你妹妹离去。苏清寒打心底里肯定是不愿舍身于你的，但目前又不敢触弄你。正当他不知如何应对时，有刺客保护少爷，来人自然便是男主苏家赘婿林凡了。只是他没想到，本以为苏清寒也去营救小姨子，谁曾想会见到夜色下他和那二世祖在亭台中对坐饮茶，一副安然无恙的模样。他心中舒了口气的同时，但依旧有种难掩的怒意。林凡目光冷冽，毫无所惧，大步而来，周身萦绕着一股强横的剑意。他以掌带剑，仅仅是正手一挥，便有可怕的力量震荡而出，喷薄而出的剑意，更犹如实质一般锋芒逼人。诸多护卫在冲来的刹那都似被长剑贯穿，四肢喷薄出鲜血出来，难以靠近他身周半寸。扑通！亭台之畔池子当中接二连三传来落水声音，很快清澈的池子便被染红一片。螳臂当车，林凡手段狠厉，绝不留情，杀来的同时，更是盯住了亭台当中的你身上有难掩的冷意。若是让前世那些家伙知道，他堂堂永劫剑主的妻子，竟然在此地被别的男子调戏，不知他们会不会被笑掉大牙。苏清寒一直以来看不起他，他只当其有眼无珠，一直泰然自若，并不理会解释，因为将来必有他后悔起怜的一天。只是你刚才那番话语，完全不掩饰对于苏清寒的觊觎之心，这让林凡如何能忍？当然，以他对苏清寒的了解来看，他这种骄傲自信的女人，肯定也不会因为你这种纨绔公子的几句威胁话语而动摇的。只是这么看着他被别的男子这番调戏，他心中还是不禁涌现阵阵难意，有种脑袋上绿油油的感觉。不管怎么样，如今苏清寒已经和他有了夫妻之名，自然不容许他做出不守妇道的举止来。拦住他！见林凡杀意凛冽，来势汹汹，手段更是狠辣。一众护卫怒喝着，挥舞兵器，再度上前要将他拦住。我本不想为难你们，但若是要找死，就别怪我了。林凡眸光微敛，恢复了淡然平静。他如今虽然只有2境氧气境的修为，但凭借着前世的诸多战斗经验和绝学，要对付这群只有3境肉身境的护卫，可谓是轻松至极。亭台走廊之上，转眼便被一股浓郁的血腥味所充斥。保护公子！其余护卫见此一幕，退转攻势，快速朝着亭台围拢而来，率先保护当中你的安全，同时目光警惕，死死地盯住林凡。而你这时似乎才回过神来一般，轻轻合上手中的茶杯，道：英叔杀了他。是公子。而随着你的话语落下，一股强横的冰冷煞气忽然铺天盖地的袭来。一名面色冷厉、腰挎朴刀、身着灰色袍子的魁梧中年男子踏空而至，一股嗜血可怖的杀意，简直像是山海般呼啸而至，压迫的虚空都隆隆作鸣，好似要炸开。林凡本来淡然的神情，在看到这名灰袍中年男子的瞬间，不由得一便察觉到了一些不对劲，感知到这一气息，苏清寒同样面色微变，心中轻颤。6境强者，他实在是没想到，你的身边竟然还隐藏着这么一尊强大的高手。神通境的存在，放眼江陵郡乃至整个大夏皇朝，都称得上是数1数2的绝强人物了。哪怕是江陵郡的郡守，也不过这等实力，全力之下摧山毁城，轻而易举。别说是林凡了，就算他底牌全出的情况下，也不可能挡住这等存在。名叫英叔的中年男子横刀而去，身影刹那消失不见，再出现时已经是在林凡的身前，一刀劈落，一道刺目的白链浮现，虚空出现一条可怖的白痕。刚才林凡出手的时候，他就已经察觉了，这并不是简单的氧气境修行者，恐怕一般的4境照幽境的修行者都不一定是其对手，所以这一出手就带着直接一刀将林凡毙命的打算。林凡目光微沉道：没想到堂堂6境人物，竟也沦为这等2世祖的走狗手下。林凡脸色微微难看的快速朝后避去，凭借他目前实力，想要硬抗一位6境人物的一刀，自然是不可能的。英叔面色依旧冷漠，不为所动，这一刀已将林凡气息牢牢锁定。在其退后避开的瞬间，他已快速跟进，迅若鬼魅，强大的能量激荡而去，若惊涛拍岸，直接撕碎了天边的彩云。一瞬之间，周遭的所有气机都若蒸发了一般，整片楼阁尽数坍塌崩裂成漫天的灰烬。若非他担心气机波及到周围的无辜护卫，以及毫无修为在身的你收敛了很多力量。
恐怖的声势惊动了整座于义城，长街周遭靠近雪月阁的那些商铺楼阁，更是宛如发生了地震一般不断剧颤摇晃起来。一些房屋在余波的冲击下，更是直接坍塌化作废墟。很多修行者满脸惊颤和恐惧，第一时间跑了出来，望向灰尘冲霄的那个地方。刚才是发生了什么？那个方向是雪月阁，很多人的声音都在微微发颤，后怕不已。于义城乃是江陵郡的大城，秩序井然，铁律森然，巡逻队每天都会巡逻各方维持治安，已经许久未曾发生过这样的可怕大战了。这种气息绝对涉及到了武境魂宫境之上的存在。当下一道道流光快速自各大家族的府邸中疾驰而来，连城主府也被惊动了。一支巡逻队得到命令，快速自各处赶来。破碎的雪月阁当中，你饶有兴趣地看着林凡这个太监剑主，表面二境，实则手握永劫剑，底牌众多，真实实力远超4境女主，更是天命眷顾的主角，气运加深，总能化险为夷。按理说6境强者一击足以灭他无数次，但你知道，身为天命之子，他有永劫剑护主，遇险时会破开虚空带他逃命。虽然之后剑会陷入沉睡，正因为知道这些，你才不可能没有准备。主角没成长起来，那就趁现在踩死，不给他任何发育的机会。真正的大反派才留着主角薅气运，而你只是个小炮灰，没那个实力之前，永绝后患才是正道。苏清寒震惊地看着这一幕，若非那强者出手，他绝想不到你身边还藏着如此高手。回想自己竟敢威胁你，简直不知死活。但这陌生男子究竟是谁？改头换面，遮掩真容，半夜前来，真是来救他的吗？这时你忽然轻轻一笑，然后伸手揽向了苏清寒的腰肢。你不怕林凡来，就怕他过于谨慎不来。现在局面正中你下怀。苏清寒惊愕呆愣住了，然后反应过来你的举动，整个人一下子就绷紧了。而你此刻则是感觉泥丸宫内竟然涌来了不少气运，看来当着林凡的面调戏女主还是有用的，算是影响到他的心境了。可自己真不想当个黄毛啊。不过虽是这么想的，你还是随意笑着，继续谈着之前的事情道：“苏姑娘是在犹豫什么？以在下的身份和地位，到底是哪一点比不上你那位赘婿夫君？你若是跟着江某不说别的，至少在如今大夏境内，你苏家的地位将水涨船高。别说这小小的于义城，便是在整个江陵郡，无数大大小小的宗门氏族也得以你苏家马首是瞻。你还考虑个什么呢？”苏清寒浑身一僵，只感觉起了一层鸡皮疙瘩，绷得很紧，却不敢挣脱出来，只能低声道：“清寒也不是趋炎附势之辈，你所说的这些清寒，只想自己争取，还真是无趣啊。”你微微摇头，似也有点意兴索然道：“看来清寒姑娘还真是孤高骄傲，清丽脱俗，和在下之前所接触的其余女子都完全不同。罢了，若是你真的不愿，江某也不会强求什么。你那位妹妹苏清瑶，在下倒也见过，也是个罕见的美人胚子。”苏清寒没想到你竟然又拿自己妹妹来胁迫自己，这无耻的家伙当下银牙微咬道：“并非清寒不愿，而是此事实在是突然，猝不及防。江公子能否给清寒一段时间缓一下？”松手！你这恶贼！不过苏清寒这话并未说完，一声怒喝便自那漫天灰烬中传来。只见一道衣衫褴褛、披头散发、嘴角带血的狼狈身影自那里缓缓现身，正是林凡。只是此刻的他已经没有了来时的淡然自信，脸上满是难堪和冷意。苏清寒惊愕震动不已，没想到这名陌生男子竟然活了下来。公子小心，这家伙身上有古怪。英叔持刀立于江兰，你眸光冷冽地盯着林凡。明明这家伙的气息只有氧气境，却能硬接他一刀而不死。此刻他甚至从林凡身上察觉到了一丝危险，是动用了底牌了吗？你眸子微眯，依旧饶有兴趣。你原来的打算之中，就是先逼迫林凡把他目前最关键的几张底牌消耗用了，后面直接杀他，这样就容易多了。毕竟气运之子就如那顽强的小强一样，如果不直接弄死，给他发育的机会，很快又能得到别的机缘造化，未来必成大患。恶贼松手！见你依旧揽着苏清寒的纤腰，林凡眸子更冷，配着他嘴角流下的几缕鲜血，那蓬头垢面的狼狈模样，倒有几分狠厉孤狼的味道。苏清寒垂了垂眸子，睫毛轻颤，不知为何不太好直视林凡那满是怒意和冰冷的目光。虽然他没见过这名陌生男子，但总有种感觉自己应该是认识他的。他到底是谁？还在大半夜改头换面前来救自己？林凡冷冷地看着你，一字一顿地说道：“你会后悔今日所为的。若是眼中杀气能够杀人的话，你已经不知道被他杀了多少次了。自成亲到现在，他和苏清寒交谈不超过10句，别说碰他了，连碰面都没有过几次。眼见他被你这般轻薄，不敢动弹，他心中怒意和杀意更甚。他堂堂永劫剑主，曾几何时这般屈辱过？被一个废物2世祖这般欺到头上来，找死！”轰！破碎的楼阁当中，刀芒如浪潮般淹没而去，白茫茫的一片铺天盖地，直接压满了半边天空。英叔目光冷冽，杀气凛然，挥刀力斩不再流水。在从林凡身上察觉到一丝危险之后，他就明白这家伙可能比他以往遇到的那些敌手都还要诡异棘手。轰隆！这一刀落下，眼前虚空巨震，刀芒压满每一寸空间。林凡眼眸泛红，牙齿紧咬，不断咳血，道兄手下留情。然而就在这时，一声浩然之音却是突然传来，震得天穹都颤了几颤。只见虚空当中金光澎湃，有浩大的气息浮现，化作一只古朴方正的大手拍击而去，直接挡住了劈落下来的万千刀芒。远处的夜空中，一名老者带着一名白衣少女飘然而至。老者举手投足间带着厚重的儒家正气，而其身畔的白衣少女面容清丽典雅秀质，有种大家闺秀的温婉气度。你看向来人倒是并不意外，正是文庙大儒赵天和和他的孙女。你嘴角甚至还露出一抹
意味深长的笑容。此刻林凡得救后，有点惊愕地看向这名老者，吃惊道：“你是赵老？”此时他虽然狼狈，但身形笔直如利剑，锋芒毕露。随着赵天河的到来，一股醇厚浩大的儒家正气弥漫而出，压制着天地间肆虐的刀芒杀意都缓缓地消散下来。这时赵天河身边的白衣少女取出一瓶白瓷丹药递给林凡，林凡道了声谢，便接过了。此刻他心头有诸多疑惑，本以为在允剑山脉遇到的老者是普通人，没想到实力竟然这般强大。不过现在也不是询问的时候，他吞服下几颗丹药，开始恢复伤势。英叔走到你身边，皱眉低声道：“公子，这是一名大儒。”虽然是面对一位大儒，英叔却毫无畏惧之色，神情依旧凶狠。你并未因为赵天河的大儒身份而有多少在意。好整以暇开口道：“赵老爷子不在泾阳城待着，跑到这余邑城来多管闲事，倒是悠闲啊。”赵天河闻言诧异地看了你一眼，他自然认得你这位整个大夏皇朝也属鼎鼎有名的二世祖，只是你会认得他，令他多少有些意外了。他虽然是赵府的老太爷，但早已经隐居幕后了，年轻一辈见过他的人屈指可数。赵天河淡淡回道：“江少爷不也在余邑城吗？你比老夫倒是悠闲多了。”你淡淡一笑，不再回答，目光却是忽然落向赵天河身边的白衣少女，似带着某种打量欣赏之意道：“多年未见，蝶衣妹妹倒是出落得越发动人漂亮了。听说你去往持瑶宗修行了，今日好不容易遇到。我俩倒是要好好亲近亲近。”白衣少女闻言，白嫩似雪的脸蛋上顿时浮现一抹恼怒的霞色，满是厌恶道：“无耻的家伙，谁是你的蝶衣妹妹？谁想和你亲近？”你毫不在意，依旧淡淡笑道：“蝶衣妹妹不愿就算了，本来想着故友重逢有份礼物赠予给你。多年前潇湘院内，蝶衣妹妹的最后风采，我倒是还珍藏着在呢。”一旁的赵天河脸色直接一沉，很是难看。你在帝都泾阳城素来横行霸道惯了，连皇亲国戚都不放在眼中。多年前赵蝶衣就险些遭你祸害，当时若非赵蝶衣的哥哥及时赶到将他救走，恐怕他的一身清白已经毁在了你手上。赵蝶衣万万没想到，你竟然还敢提起这种事情来，他气得娇躯直颤，恨不得抽出长剑将你千刀万剐。赵天河深吸口气劝道：“蝶衣，不要冲动。”赵蝶衣狠狠地剜了你一眼，强压着心头的怒火。你慢悠悠端起茶杯喝了一口道：“赵老爷子，为何要阻我手下？看来你和这名刺客是相识的，莫非是赵老爷子你指使他来刺杀我的？”苏清寒此刻也反应了过来，勉强恢复平静，看向林凡的目光透着复杂和吃惊。其实刚才那名白衣少女叫出林公子的时候，他就已然猜到了。之前他是万万不敢相信，展露强大实力又是结识一位当朝大儒，他对林凡好像就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这些年他难道一直都在藏拙吗？林凡此刻也知道自己的伪装已经无用了。赵天河到来后，他的身份肯定会暴露。当下他面容身材一阵变化，化作原本的模样来，直面看着苏清寒道：“清寒。”苏清寒闻言便假装没听到，垂着目光不去看他。你淡淡一笑道：“莫非这位便是苏姑娘你的那位赘婿夫君？你们二人相继刺杀于我，倒也真是胆大包天。”赵天河苍老脸上浮现一抹无奈，开口说道：“林公子对老夫有恩，对赵府有恩，对蝶衣同样有恩。见他遇难不能不救，不知林公子是哪里得罪了江兰少爷，不知能否看在老夫薄面上，饶恕林公子一次。”堂堂一位大儒，实力堪比七境修行者的存在，天下如是文人眼中泰山北斗般的存在，此刻却这般低声下气的说话，连他自己也都感觉几分悲哀。赵蝶衣红唇紧紧抿着，心里同样无比难受。苏清寒看着这一幕，也算对于你的权势有了一个清晰的认知。他心底悠悠一叹，倒是忽然明白刚才的自己有多么可笑和愚蠢，竟然还妄图胁迫你。你轻轻笑道：“赵老爷子，言重了，你好歹是文庙的祭祀，我再怎么大胆也不敢让你自称薄面。这刺客今夜不知何故忽然闯来，伤我护卫不说，还想杀我，我迫不得已才让手下出手，也只是为自保而已。倒是赵老爷子这么几句话，就想让我放过意图杀我的这家伙，是不是有些过了？”说到后面，你脸上的笑意却冷漠了起来。赵天河强压心头愠怒道：“不知江兰少爷要如何才愿意放过林公子？”他堂堂一代大儒，已经低声下气到了这个地步，寻常小辈谁不得诚惶诚恐，忙不迭答应。你目光落在赵蝶衣的身上，饶有兴致道：“倒也简单，不如赵老爷子让蝶衣妹妹陪我一段时间。”你休想！赵蝶衣眼里几乎要喷火来，如果眼神能够杀人的话，你不知道被他杀了多少次了。赵天河脸色同样一沉，直接道：“这不可能！赵蝶衣可是赵家数百年难遇的天之娇女，自幼修行天赋出众，数年之前拜入瑶池宗修为精进更是迅速，将来成为有望比肩于他，成为一位七境法相境的修行者。”你略有可惜道：“既然如此，那赵老爷子还是让开吧。今日这家伙，我非杀不可。”赵天河不死心，再次问道：“江兰少爷何必咄咄逼人？若你执意要杀林公子的话，就别怪老夫出手阻拦了。”你淡淡一笑道：“看来赵老爷子是执意和我相国府作对了。近年来文庙势头不错，涌现了不少大儒苗子，家父也颇为欣慰。”赵天河脸色愈发难看，知道你这是在拿文庙在威胁他。他咬了咬牙，再度问道：“江兰少爷到底要如何才愿意放过林公子？”你思索了一下，才道：“在下听闻文庙的每一位祭祀手中
都有一块夫子令，哪怕是很多大儒也从未见过。在下也有些好奇，要不这样，赵老爷子把你手中的那块夫子令借给在下观赏个几天。赵天和似有预料地笑道：“江兰少爷，你可是相国之子，亲口说过的话不会不承认吧？”话语一落，他随手一抛，一枚被如气包裹缭绕着的古朴令牌便落到了你面前的石桌上，正面雕刻着一个方正的古老儒字，上面萦绕着一股浩然正气。这便是夫子令。你面上露出一副稍有惊愕的神情，仿佛没想到赵天和竟然真的拿出了夫子令一样，心中却是在结合脑海中的记忆，判断此物的真假。外形描述和文中基本一样，应该错不了。看着你这般神情，赵天和抚须微笑道：“老夫已经遵守江兰少爷的要求，把夫子令借给你了，不知江兰少爷能否遵守约定呢？”他心中却在冷笑。对于天下儒士而言，夫子令如圣物般珍贵，但落在你手中和普通令牌压根就没区别。哪怕你不归还给他，以他的身份再去文庙要一块也不是什么难事。你面上却不动声色，自然猜得到赵天和心中所想。夫子令可不是如今的文庙所能拿得出来的，这东西的存在时间可追溯到大夏皇朝建朝之前，一式一块可就少一块。文庙的另外几位祭司手中也早就没有这玩意了。不过等赵天和反应过来，也是以后的事情了。你将夫子令收下，淡淡道：“既然赵老爷子已经亲自求情了，那在下肯定不会再为难他。至于接下来该怎么处置，就按照当今大夏律法来办吧。夏皇治世期间，铁律井然，规矩森严，想必赵老爷子也很清楚。”随着你将这块夫子令收下，你能够明显感受到冥冥的虚空当中，气运道果明显长大了不少。对此场景你也并不意外。其实刚才你打压林凡的时候，就能明显感觉到大夏律法。赵天和对林凡颇为欣赏，因其治好赵蝶衣的厥阴寒脉，且以2境修为在6境强者手下坚持2招，潜力巨大。他认为林凡非惹事之人，而你素来名声不佳，此时却提大夏律法，实属可笑。这时吞服了丹药、恢复了不少伤势的林凡，也是终于睁开眼睛。他铿锵怒意凛然道：“这恶贼先是派人掳走在下的小姨子苏清瑶，又不顾在下妻子意愿，以刺客之罪威胁他在雪月阁轻薄他。试问天下哪个男子见此一幕能够忍受？还望赵老前辈为晚辈做主。”闻言，赵天和一副早就预料到的模样，看了眼你身畔的那名女子，暗道还真是红颜祸水。苏清寒站在那里，清丽绝伦如一朵雪山的莲花，不过此刻却垂着眸子，睫毛轻颤，没有直视林凡以及众人望来的目光。这副清冷又惹人怜爱的模样，哪怕是同为女子也会心生涟漪。赵蝶衣当即冷哼一声道：“江兰，你这恶贼还有什么好说的？按照大夏律法，强抢民女可是重罪。”他丝毫不怀疑林凡这番话语的真假，你依旧不急不缓道：“看来蝶衣妹妹对我的误解还是一如既往的深啊。只是凡事都得讲究证据，无凭无据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在下可不会承认。先不说这苏清瑶是谁，在下从未见过，便是在下和清寒姑娘一见如故，于此相谈甚欢。我俩清清白白、堂堂正正，又岂容他人构陷重伤？刚才我虽然答应赵老爷子放过林凡，但具体要如何处置，还得依大夏律法来定，不是吗？”林凡眸子中冷意闪过道：“真当众人眼瞎吗？无耻小人，只会颠倒是非，罔顾黑白。”此刻林凡已经在心中把你当作死人了，将来不管发生什么，他必亲手诛杀你这可恨的恶贼。少爷清白，岂容你诬陷？英叔眸子一冷，满是老茧的手握住刀鞘，有可怖的杀气弥漫。受这股杀气压迫，林凡脸色微白。别看他现在外表没事，其实伤势很重，五脏六腑都移位了。凭他如今2境的实力，硬生生在一位6境修行者手中抗下2招。虽说有凭借底牌以及取巧的缘故，但也绝对不是轻松的事情。若无赵天和老爷子的出现，他此刻早已动用最大底牌逃命了，不可能真的留在这里拼命。想他堂堂一代永劫剑主，巅峰之时俯瞰苍茫大地，无数修行者膜拜叩首，曾几何时如此狼狈屈辱，遭一个纨绔20族以及一名6境修行者所欺辱。赵天和眉头一皱道：“江兰少爷既然已经答应按照大夏律法来处置此事，又何必再为难林公子？”挥了挥手，抵消了这股压迫向林凡的杀气。他有些不解，若按照大夏律法来定，你不管是哪一条都站不住脚，强抢民女、轻薄人妇，不论哪一条都不被大夏律法所容。可偏偏你这般气定神闲，毫不在意，莫非真觉得相国府只手遮天，可以左右大夏律法吗？你并不理会赵天和，淡淡一笑道：“无妨，英叔，我行得端，坐得正，自然不怕旁人的诬陷诋毁。”摆手示意英叔不必如此。随着赵天和的出现，雪月阁当中也快速的涌来其余修行者，一道道流光自天穹当中疾驰而过。于一城4大家族的人都快速赶了过来，要探明这场突如其来的大战原因。腰挎长刀、身着甲胄的巡逻队也很快赶至，只是在停驰前却驻足了。知晓你的身份后，都不敢再继续往前。清寒，苏家的家主，在一众族人的簇拥下也来到了这里，在他的身畔跟着一名和苏清寒有几分相似的少女。他看向苏清寒，轻声道：“姐姐。”这人正是苏清寒的妹妹苏清瑶。看见这名少女，苏清寒面上微露惊愕，不过更多的还是欣喜。他其实早就猜到了，你毕竟只是以他妹妹为诱饵做局，不可能真的对他妹妹如何。他长舒口气：“妹妹没事就好。”
而听到这道声音的瞬间，林凡脸上的神情僵住了，然后渐渐变得有些难看。苏清瑶安然无恙，竟然没有被你掳走，难道真的搞错了？怪不得你如此气定神闲。反应过来之后，林凡的一颗心也逐渐沉了下去。赵天河和赵蝶衣脸上也满是惊愕，然后看向林凡，似是想询问他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是说他的小姨子苏清瑶被江兰派人掳走吗？林凡心头微沉，也摇头表示不解。唯有了解事情前因后果的苏清寒，心中生出阵阵寒意。这是成见的问题了吗？这位相国之子，可比世人所了解的要可怕的多得多。如果真的把他当做一个声色犬马、不学无术的二世祖对待，恐怕死都不知怎么死的。真不知道这话你怎么好意思说出来的？赵蝶衣虽然不知道为何林凡把事情搞错了，但对于你这话，心中只想呸一声。这世间谁都有资格说这话，偏偏他江兰舅舅不配。赵天河苍老脸上一片难看之色，他这个时候也算是看出来了，你从始至终就没想着放过林凡，你就是明知林凡把事情弄错了，所以才会故意提及按照大夏律法来处置。刚才他没反应过来，竟然还答应了你，他那块夫子令算是肉包子打狗了。这里发生了什么？一道威严的声音响起，于义城城主王安明在巡逻队簇拥下匆匆赶来，他中等身材，锦袍加身，面容不怒自威，此刻额头却隐有汗迹。四大家族的人早已到场，向城主行礼。王安明未及理会，快步走向赵天河。王安明心中一紧，深知这位大儒朝堂地位极高，绝不敢怠慢，而你的身份他同样清楚，曾亲自拜访设宴却被拒绝，不论是你还是这位大儒，他都得罪不起。王安明拱手询问，赵天河却只淡漠扫他一眼，毫不理会。王安明碰壁也不敢显露怒意，心中暗骂这小小于一城怎会接连出现这等大人物。他已从心腹处得知雪月阁之事，但涉及相国府，他哪敢多管。如今大儒横插一手，他这个城主夹在中间，比谁都难办。城主大人倒是来的正是时候。这时亭台中你慢条斯理的声音响起道：素闻江陵郡治安良好，于义城作为江陵郡境内赫赫有名的大城，可在下只是在这于义城待了不足1天，便屡次遭人刺杀。这凶手猖獗嚣张至极，不仅伤我护卫，还意图夺我性命。不知城主大人是如何治理这于义城的？若是能力不足，倒不如早日退位让贤。在听到刺杀2字的时候，一旁的苏清寒面色微微一变，娇躯也紧绷了起来，玉手捏着衣角。王安明面色更是直接巨变，不怒自威的脸上浮现诚恐之色，连忙拱手，声音微颤道：王某掌管不力，还望江公子恕罪，在下必严查凶手，给江公子一个交代。刺杀相国独子一旦坐实，整座于义城的人头都不够赔。大儒赵天河再神秘，也压不过只手遮天的相国。他看向林凡，目露冷意，直接大手一挥道：来人，将这名刺杀江公子的刺客给我拿下！大批巡逻卫持刀围上，林凡脸色难看，捏紧拳头站得笔直，他深感屈辱。城主不问经过就要拿人，比在苏家当赘婿时更难堪。林凡唇角掀起一抹嘲弄的冷笑，扫过围过来的一众巡逻卫，声音透着一股难以压抑怒火和冷意道：就这么不过问事情经过，光凭寥寥数语就断定我是刺客？当今天下还有王法吗？大胆！当今铁律王法，也岂是你所能妄论质疑的？王安明面容骤变，似同样震怒，大喝道：在相国府面前，自然没有王法，只是这种话他哪敢说出来？不管这冲突怎么起来的，如今你已发话，这苏家赘婿哪怕不是刺客，那也得是刺客。这苏家赘婿林凡怎会沦为刺杀相国之子的刺客？他不是个没有修为的废物吗？众人无比疑惑，看着林凡浑身是血，明显经历过大战的模样，更是不解。苏家的废物赘婿在于义城并非秘密，年轻一辈的俊杰大多认得他。当初林凡携婚书入赘苏家，连第一美人苏清寒迫于无奈嫁他为妻时，曾引发轰动，远在数千里外的追求者都赶来求证，而后仰天长叹。那段时间，林凡若敢出门，必被看他不顺眼的年轻人羞辱痛揍。所幸后来得知两人成亲当日未拜天地，苏清寒便脱身返回学府，留林凡独守空房，这才让众人心头好过，转而嘲弄他终会被休弃。只是眼前这一幕实在冲击他们的认知，包括苏家众人也震惊不已。这还是他们认识的那个废物赘婿吗？他哪来的实力？父亲，姐夫他怎会成为刺客？他是好人，一直温柔善良，怎么会刺杀别人？是不是有什么误会？父亲，求你救救姐夫吧！苏家家主苏长空身旁，苏清瑶璞玉般的小脸上满是焦急，忍不住问道：苏家上下皆视林凡为赘婿，地位有时不如仆人，唯有单纯善良的他一直喊姐夫，认为他与姐姐拜过堂，便永远是自己的姐夫。而林凡每次外出归来，路过他院落，总会悄悄带给他糖葫芦、果脯、好玩的小物件，还有香囊之粉。苏家家规严，为让苏清瑶专心修行，很少让他接触外界。林凡知晓这些，便每次都瞒着苏家众人，这成了两人间的小秘密。苏清瑶因此与他亲近，把他当亲姐夫，有时还帮他出谋划策，教他如何讨姐姐欢心。此事很麻烦。苏长空眉头紧皱，看着眼前局面，结合从苏清瑶侍女处得知的消息，已大概猜出原委。只是他万万没想到，林凡竟有这等实力，不仅闯入雪月阁，还闹出如此大动静。这些年来，他竟都看走了眼。父亲，求你救救姐夫吧！苏清瑶扬起小脸，满眼希冀与祈求。苏长空心中一叹，此事若处理不好，恐怕连苏家也会被牵连进去。无论如何，林凡可是苏家的赘婿，苏家不可能安然抽身。就连在你身畔的苏清寒也一直垂眸尽力不发一言，可想而知，事态估计连他都毫无办法。江公子，此事会不会有些误会？林凡他虽然性格孤僻，我行我素，但为人却老实宽厚，没有什么坏心肠，怎么会沦为刺杀您的刺客？
不知此事到底是怎么引起的，能否先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调查明白？但这个时候，苏长空也只能深吸口气，硬着头皮上前拱手开口问道。赵天和看着这一幕，心中叹息一声，也是开口道：“江兰少爷，既要按照大夏律法处置，那是否应该按照流程来，把事情起因弄明白再说？不然又如何服众？”怎么，赵老爷子是想包庇这名刺杀在下的刺客吗？在下被他所伤的护卫可都还在这里呢，若无英叔保护，我恐怕已经遭了这凶手的毒手。证据就摆在眼前，赵老爷子还想说些什么？罔顾黑白，歪曲事实吗？赵天和脸色难看起来，强忍心中怒火。明明江兰知道此事就是个误会，可他偏偏要一口咬定林凡意图刺杀谋害于他。若非他顾及自己身份，不然都得怒骂几声无耻。江兰，你不要欺人太甚了。你刚才也听到了，是林公子误以为他的小姨子苏清瑶被你派人掳走，所以一时冲动才会强闯雪月阁。你若是不轻薄他的妻子在先，他也不会怒而出手。赵蝶衣脸上也显露几分愠怒，说道：“为林凡鸣不平。苏清寒毕竟是林凡名义上的妻子，而江兰这位相国独子在整个大夏境内都是堪称声名狼藉的人物，他会做出轻薄于苏清寒的事情也并不稀奇。林凡闯来雪月阁后见自己的妻子正被江兰轻薄，又如何能忍？这位姐姐恐怕也是误以为他的妹妹被你派人所掳，才会闯来雪月阁，然后迫不得已遭你胁迫任你轻薄。”赵蝶衣青眸盈盈，精致脸上难掩怒意，满是笃定地说道：“以他的聪颖以及对江兰的了解来看，不难猜出事情的来龙去脉。”江兰心中很想为赵蝶衣的机智聪明点个赞，不愧是原剧情中前期帮了林凡很多忙的红颜知己，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将事情的缘由梳理出来。江兰，你不要欺人太甚了。见你似乎噙着淡淡笑意朝自己看来，赵蝶衣脑海当中不由浮现从前的阴影，语气也不由得弱了几分，软化了不少。什么叫我欺人太甚？看来赵蝶衣，你这些年在瑶池宗修行太久，脑子是有点不清醒。你脸上的笑意敛去，慢条斯理道：“被诬赖误会的事，我差点被这家伙所杀的也是我，到头来还成了我欺人太甚，是不是？我还得给这家伙再赔个不是。”听到你直呼他的名字，一改以往蝶衣妹妹的称呼，赵蝶衣呆愣了下，莫名的还有些不习惯。而你这话更是令他一滞，下意识想反驳一下，然而小嘴张了张，却找不到什么反驳的话，因为事实好像还真是这样的。清寒姑娘，这位便是令妹吧？你目光落去，在苏家家主苏长空身上扫过，然后定格在了其身畔的苏清瑶的身上。是的。苏清寒轻声回道，垂着眸子，素白裙长被微风吹动，显得异常冷静。你笑了笑道：“既是如此，那在下倒是好奇了，令妹不是就在这里吗？为何如此笃定是在下派人将她掳走的？莫非在下在你苏家眼中就是这般为非作歹、藐视皇权、践踏律法之人？”包括苏长空在内的苏家众人面色都是一变，很多人更是惶恐不已。这口帽子一旦被扣下，苏家今日差不多也得完了。他们很多人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为何赘婿林凡会出现在这里，还闹出那么大的动静来。苏长空硬着头皮赶紧解释道：“江公子误会了，苏家上下从没有这么认为过。这一切都是一场误会。青瑶她其实是被一位轻纱掩面的神秘仙子带走的。那位仙子实力高强，偶然路过于一城，见青瑶根骨天资都很不错，便想把她强行带回宗门培养。后面因为青瑶实在是过于抗拒，不想就这么被带走。那位仙子迫于无奈，才把她送回苏家。临走之际，那位仙子也留有信物，让青瑶以后可凭借那枚信物找到她。”经他这么一解释，赵天和等人也都明白了，竟然还真的和你没有半点关系。他倒是为那位神秘仙子背了口黑锅，招惹了无妄之灾，竟然还真误会他了，这不正常啊！赵蝶衣也有些呆愣，难以相信。他虽然对你没有任何好感，但也是个明事理的人，知道这件事情上林凡的确是占不到任何道理。林凡虽然在努力让自己保持平静，但脸上神情却越来越难看，甚至因为握拳过于用力，骨指泛着苍白。他根本就不信事情会这么凑巧。雪月阁前你的一众护卫拦在那里，不准任何人踏足，甚至还喊出不准打扰他们公子好事的话语，这不是明摆着是告诉众人就是他掳走了苏清瑶吗？难道说那是你故意为之？这一刻，连想要庇护林凡的赵天和也沉默了下去，找不到话说了。哪怕他想保林凡，也保不住了，已经逆风成这样，他如果再敢多说几句话，恐怕就真的会被当作是和相国府作对了。谁知道这世间还真有那么凑巧的事情。江兰前脚刚到于一城，结果后脚苏家二小姐就被人自书院当中掳走。偏偏你声名狼藉，在大夏帝都都敢欺男霸女，连皇亲国戚都不放在眼中。来到于一城这个小地方，他岂不是越发无法无天？强抢民女什么的，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苏家二小姐苏清瑶又长得清纯貌美，乃是方圆数千里范围内才名远扬的绝色美人，这难保不让人怀疑就是他派人将其掳走的。你放下茶杯，自亭台中起身走来，清俊却略显苍白的脸上，似是露出几分淡淡自嘲来道：“这人的成见啊，一旦根深蒂固，是否就连呼吸也成了错的？谁让你坏事做尽了？”这话却是让赵蝶衣语气弱了下去，有点讷，不知该怎么说。或许是发现自己现在竟然有点气弱的样子，他又陡然扬起雪白纤长的脖颈，语气也坚定起来，冰冷冷道：“你就不要妄图洗白了，在我眼中，你就是个坏的流脓的无耻大恶人。刚才你都还当着他爷爷的面想让他去陪他个几天，他此刻竟然还莫名的对他有些心软。”赵蝶衣都想狠狠掐自己一下，让自己清醒一点。你毫不在意的一笑道：“洗白，在下冰清玉翠，志意九霄，又何须洗白？”
赵蝶衣一对莹润明眸里是毫不掩饰的鄙夷，这话他说出来自己信吗？骗自己也就算了，还想骗大家。去帝都金阳城问一问，哪家小娘子听到他的名字，不下得赶紧躲回家去，生怕被他给盯上。你继续悠悠道。至于轻薄清寒姑娘一事，同样是子虚乌有。我俩清清白白、堂堂正正，于此谈论风月，共饮清茶，又不知触犯当今大夏哪条律法，让这位林兄直接一上来就想杀我。我看愤怒是假意图行刺谋害我，倒是为真。家父这些年为大夏皇朝殚精竭虑，披肝沥胆，兢兢业业，却也多次遭遇贼人暗杀。在下才能虽远远不及家父，但这些年来所遇到的刺杀也不算少。而且我自清寒姑娘口中所知，这位林兄蛰伏于义城多年，以废物赘婿身份自居。之前面对诸多羞辱、谩骂、轻视、嘲弄，尽皆甘之如饴，从未暴露过真实修为，所图又是为何？若无英叔于暗中保护我的安全，今日恐怕还真得被这位林兄取走我的项上人头。说到这里，你的语气变得有些耐人寻味道。如果这一切都是巧合的话，那在下倒是想知道，为何在下前脚刚到于义城，后脚苏府二小姐就被人掳走，还偏偏让所有人都觉得就是在下派人将她掳走的，刚好给了你这么个出手的理由。是不是在下今天死于你的手中，那么苏府二小姐就会彻底人间蒸发，恰好死无对证？这话一出，连横刀于你身前，时刻保护着他安全的英叔都是一愣，而后反应过来，脸上浮现出浓重杀意，死死地盯着林凡。若非你忽然这么一说，他恐怕还没能反应过来，今天这事情中所蕴含的诸多蹊跷以及巧合，这么多的巧合和刚好都凑一起，那就很值得怀疑了。此地众人神色同样大变，惊疑不定。于义城城主王安民额头冷汗涔涔，脸色发白，心中惊颤。本以为你刚才所说的刺杀只是随口一提，如今听来竟像是真的，且蓄谋已久。苏家那赘婿于义城出了名的废物，所有人都知他没有修为，今日却忽然展现强横实力，险些杀了相国之子。这些年蛰伏隐藏，图什么？有这妖巧合的事吗？赵天和眉头紧皱，连他也觉得你这番话抽丝剥茧后，诸多巧合竟同时发生。他不由得深深看了你一眼。你虽无修为，只会仗势欺人，但绝不蠢。相国和那一位生的子嗣能是蠢人吗？这些年你在阳京城横行跋扈，惹祸无数。今日接触赵天和，却发现你心思缜密，滴水不漏，远比世人以为的聪明。幸好你无法修行，相国又只有你这一个子嗣，皇室才得以喘口气，不然朝堂局面怕更混乱可怕。赵天和心中庆幸，你若能修行，以你父母天赋，天资不知高到何种地步，怕是旷古烁今。但想到这，他脑中冷不丁冒出个念头：江兰是真的无法修行吗？还是他一直在世人面前扮演废物？若真如此，他不敢再想下去，后背尽是冷汗。林凡眼里满是愤怒和冷意，眼角泛起一些血丝，显然已经是震怒到了极致。不过前世的心境，还是终究让他渐渐从极怒中平复下来，只是冷冷地看着你，眼里尽是淡漠和不屑。他知道今日之事不管怎么解释都无用了，索性也不再解释。林凡公子，虽然老夫相信你的为人，但今日之事……赵天和看着林凡，也有点头疼。他有心帮忙，但今天的事已超出掌控，连他也开始相信你的猜测。林凡这般年纪便有如此能耐，就是仙门天骄也未必达得到，绝不可能是普通人。可偏偏他在于义城当赘婿，任人欺辱，这不是可笑？若林凡真蓄意图谋刺杀江兰，他得及时划清界限，免得被牵扯进去。相国一清算，他可吃不起。恩情归恩情，不值当把整个赵府搭进去。赵蝶衣也神情复杂道：林公子，既然你是清白之身，那为何……在他看来，眼下最大的问题便是林凡为何以赘婿身份留在于义城，为何隐藏实力这么多年？只要解释清楚，误会不就能化解？听到这话，林凡冷冷地看了他一眼，问道：连赵小姐也怀疑我吗？他心中涌现一阵失望，亏他还以为这赵蝶衣聪颖机智，天赋不错，是个可造之才。他只要稍微点拨指导一下，他将来必成大器。可在这种时候，竟然宁愿相信江兰那个无耻恶贼的片面之词，不愿相信他。赵蝶衣一时哑住，然后默默地识趣闭嘴。他有心帮林凡开脱，可他这般不领情，那他也没办法了。今日之事，我倒是可以放你一马，只要你识趣地交代你的同伴以及来历，我可以考虑饶恕你这一次。你目光盯着林凡，不急不缓地道：这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将他给我拿下！于义城城主一直在等待这个时机。这下见赵天和这位神秘大儒也沉默了下去，当即大手一挥，吩咐一众护卫冲上去，要将林凡给直接捉拿下来。林凡只是冷冷地看着这一幕，并没急着出手。他身上还有着最大底牌，足以让他在遭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安然脱身。他只是想看看这二世祖还有什么花招和阴谋。苏清寒心绪恍惚，今天的事情不管怎么说都是因为他妹妹苏清瑶而引起的。林凡怎么说都是为了来救苏清瑶，完全是一片好心。结果他却落了个这样的下场。突然间，他似下定了某个决心一般，面上神情变了又变，咬了咬牙道：江公子，还请看着清寒的面子上饶恕林凡一次。今日之事由清寒一人引起，不想牵涉于旁人。林凡他不知前因后果，鲁莽得罪之处，还望江公子宽宏大量，饶恕他这一次。
他看向你银白无瑕的玉容上满是祈求和卑微，一双纤细白皙的玉手紧紧抓住了你的衣袖。清寒，林凡见此一幕，也有些惊愕于苏清寒竟然会这么低声下气的为他求情。在他的印象当中，苏清寒一直都是个冰冷高傲的性格，宛如那冷峭冰寒、一世独立的雪莲，孤高无比，眼高于顶，何曾会这么祈求于人？我这个名义上的妻子，看来对我也并不是完全不在意。林凡嘴角掀起一抹弧度，有些欣慰，也有些莫名的满意。而后他目光一凛，朗声道：“清寒，你不必为我折腰乞怜。”然而他这话还未说完，你淡漠的声音便将之打断道：“杀了他！”林凡面上神情一僵，苏清寒神情同样也是僵住，紧捏住江兰衣袖的玉手因为过于用力而泛白。此刻远比刚才还要屈辱难堪万分的情绪涌入他的心头，让他脑袋霎时间变得一片空白。杀了他，苏姑娘，你的面子又值几个钱呢？虽然我对你的确是有些兴趣，但可别忘了，你刚才可还想着刺杀我呢。这笔账我俩都还没算清楚。然而这近乎淡漠到没有情绪波澜的话语，却是让苏清寒俏脸苍白了下去，失去了所有的血色。刚才江兰态度的确是软化温和了不少，但他却是忘了，这家伙可从来就不是什么好人。他指望的什么呢？听到你所说的这刺杀二字，苏清寒他心头泛起苦涩和无力。若是他这个时候向此地众人解释，这所谓的刺杀只是你自导自演的好戏，有人会相信吗？搞不好还会多个诬陷的罪名来。在相国府这种庞然大物面前，苏家压根就没有反抗的资格。林凡冷冷地看着众人杀来，身上陡然有一股惊人的剑意弥漫，隐隐间似可见他颧骨发出微弱的光芒。识海当中有一柄古老神剑虚影浮现，霞雾笼罩，煌煌剑光驱散黑暗，就要喷薄而出。轰！下一刻，惊人澎湃的气息忽然自场中震荡传来，将冲向林凡的一众巡逻卫给击飞。一道古朴浩荡的剑影，神光灿灿，光霞澎湃，似被迷雾所遮掩，在那里一闪而过。林凡长身而立，笔直如剑，虽然依旧狼狈，但目光却是恢复了冷静而从容道：“今日之耻，在下记住了。”他冷冷地扫过依旧满目饶有兴致的你，留下这句威胁，打算动用前世的永劫剑破空离去。这是他如今的最大仰仗和底牌。可现在已然由不得他了，若是被抓住封住修为，没准连他前世身为永劫剑主的秘密也会随之暴露。不到关键时候，他其实不愿动用自己如今的底牌的，毕竟这意味着他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要陷入虚弱当中。但这江兰实在是可恨，仗着自身背景以及手下实力强大，不仅轻薄于苏清寒，还这般折辱于他。若不动用底牌，恐怕今天还真得惨死于此。想他堂堂睥睨各界俯瞰天下的一代永劫剑主，竟然沦落到今日如同丧家犬般需要逃命的地步，还真是无比可笑。破开虚空，感知到虚空当中丝丝涟漪动荡传来的破碎之感，连此地的最强者赵天河都不禁面色一变。当今九州大地上唯有八境劫桥境的存在，才有肉身横渡虚空之能，若不凭借外物，他也做不到。可眼下林凡只有2境的修为，却能开辟虚空逃命，说明他身上绝对携带某种神秘而强大的重宝。林凡不理会众人的惊异，腾空迈步，身前虚空裂开，雾霭重重，强大罡风呼啸四面，简直要将人吹成齑粉。就知道这家伙身上有古怪。看着这一幕，英叔面色微沉，他身上也有破开虚空的宝物，但那是相国所赐，极为珍贵，只有当遇到真正无法化解的生命危险时，才能动用逃命。林凡只是区苏家赘婿，却能拥有这等重宝，足以说明其来历不简单。此人身后恐怕还会牵扯出许多事来，他会刺杀少爷，也绝不会毫无缘由。他心中暗暗震惊，你目光微眯，随之忽然从怀中取出一物来，淡笑问道：“英叔能否将他留下？”这是英叔看去不由浑身一震，你手中之物乃是一个古朴小巧的木盒，当中隐隐有强大的气息弥漫出来，让不远处的赵天河都一阵心悸颤动。木盒打开，静止符文接连闪过，陡然炽盛光芒浮现，一枚圆润晶莹的无瑕玉石静谧横卧其中，缭绕着淡蓝色寒雾般的氤氲气息。随着玉石出现，天地温度骤降，破碎的雪月阁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结冰。碧海天心玉，赵天河认出了此物，无比心惊，这可是天才地宝榜中都赫然排在前列的一宝，整个大夏皇朝据说也没有几块。这一块碧海天心玉已经不能用价值来形容了。英叔当下沉声道：“我明白了，少爷。”眼眸里顿时杀机毕露，见主角林凡身影就要消失在那片虚空当中。他接过木盒磅礴而汹涌的法力，包裹住这枚碧海天心玉，直接祭出，化作一道绚烂如冰晶般的流光，对着林凡离去的那片虚空瞬间引爆而去。林凡本以为暴露最后的底牌能够安然脱身，但还是没想到你竟然还有这么一手，脸色因为难看变得有些扭曲。看着这一幕，赵天河苍老的脸上闪过一抹纠结犹豫，似乎有些挣扎。不过下一刻，所有的神情敛去，变得一片淡漠。他身上浩然如气汹涌，苍老的手掌探出，化作一方古朴浩大的金色手印，对着林凡拍击而去。赵蝶衣无比惊愕，不明所以。林凡也万万没想到赵天河在这瞬间竟然会对他出手，他脸上同样惊愕，随后震怒反笑。好。同一时刻，无边无际的冰寒气息伴随着浩荡汹涌的儒家正气，铺天盖地席卷八方，令于一城的天都变了。而林凡刚才所逃离的那片天穹，更是直接被冰封而住。英叔忍不住道：“少爷，这值得吗？”你淡淡笑道：“若能将他留下，打探清楚他身后的来历背景，或许也可为父亲解决一桩麻烦。再者来说，此人身上秘密众多，有何不值得的？反正是母亲炼化赐予的小玩意，留在身上不用也是浪费。”赵天河只觉心头一颤，世人皆知相国府只手遮天，却很少有人知道，其实相国的那位妻子才是最可怕的。这还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位苏家废物赘婿吗？他这么多年来，竟然一直蛰伏起来，隐藏实力，为了刺杀相国之子，这心思也太可怕了。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于一城不，恐怕整个江陵郡的天都要变了。所有人的心绪都还处于极度的震撼和不可思议中，连苏清寒也因为眼前这一幕而久久回不过神来。林凡姐夫，他怎么会那么强大？在这种情况下，
既然还能逃走，他为什么要刺杀相国之子？苏清瑶璞玉般的白嫩小脸上满是呆呆的神情，这还是他所认识的那名姐夫吗？而听到他这近乎喃喃的话，一旁的苏长空脸色一变，急忙对他低声道：自今往后，林凡和我苏家没有任何的关系，他也不再是你的姐夫。青瑶，你不要被他外表所欺骗了。林凡狼子野心，居心叵测，多年以来蛰伏苏家，只是为了刺杀江公子，此乃大罪。你不要再和那家伙牵扯上任何关系。他心中依旧存着几分心计，这么个危险的家伙，这么多年来竟然在他苏家当一名任人欺辱嘲笑的废物赘婿，谁知道哪一天把他惹急了，会不会怒而杀人，血洗苏家？苏清瑶呆愣在那里，脸上满是黯然和难过。你不紧不慢地走了过去，看到了冰层下那一大片嫣红的血迹，似有些饶有兴趣地道：只可惜还是被这家伙给逃走了。看来其来历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不简单，这手逃命的能耐，连碧海天心玉也只是波及到了他。不过你早已算好了这一幕，并不算意外。林凡的永劫剑虽然能帮他破开虚空逃命，但是在横渡虚空的时候，凭借其如今的肉身和实力，根本无法抵御肆虐的罡风乱流，哪怕不死也得重残。是属下无能，让这凶手逃走了。英叔面色很是愧疚，你摆手道：英叔不必自责，这家伙做足了准备，所以才这么有恃无恐。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他应该逃不了多远。英叔当即道：我这就吩咐人四处搜查，寻找他的踪迹下落。一旁的于一城城主王安明也是连忙道：江公子放心，我这就联系其余城池的城主，让他们派人探查，找寻这贼人的踪迹下落，争取早日将其抓回。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他如果处理不好的话，这于一城的城主之位就别想继续做下去了。当下他便取出了联络玉符，开始调集于一城的各方力量，同时颁布通缉令，高价悬赏缉拿林凡。你倒是没指望这于一城的城主能抓回林凡，除非是各方仙门以真魂气息缉拿，不然林凡一旦易容塑身改头换面，谁又能发现他的真容？如今林凡跌落某地，绝对10天半个月无法动弹，但按照气运之子的尿性，10之8九是会被人所救的。你现在思忖的是，既然连赵天河、赵蝶衣这爷孙女俩都提前早于剧情现身，那林凡此番遭受重创逃亡，没准也会被后续剧情中的人物所救。你的记忆中，江陵郡地界内和林凡有较多牵扯的人物，还有一位，只是这已经不重要了。到时候天罗地网之下，林凡没有了最大底牌，必然插翅难逃，唯有一死。很快，苏家赘婿刺杀相国之子的消息便如飓风那般在于一城传了开来，引得了轩然大波。江陵郡内的诸多宗门势力同样震动心悸不已，只感觉这苏家赘婿还真是胆大包天。相国一怒服尸百万，但凡被牵连到的宗族道统，不知多少人头才够掉的。而刺杀他独子这种行为，于相国而言，恐怕已经不是挑衅那么简单了。好在相国之子心善宽宏大量，念及于一城苏家对此也并不知情，便并未追究苏家的责任。苏家上下对于相国之子感恩戴德。而当夜，于一城城主府内，城主王安明设宴款待向你赔罪，4大家族的族长也都带着族人前来。苏清寒依旧是一身素白色长裙，但五官精致如画中走出一般。她的妹妹苏清瑶容貌和她有些相似，但却显得有些清纯烂漫不谙世事，小手捏着藕红色的裙袖，明显很是紧张。面前虽然是各种她喜欢吃的美食珍馐，却不敢随意动筷子。相比于妹妹的急促紧张，见过大世面的苏清寒倒是随意多了，安安静静地坐在她父亲身边，并不插嘴，也并不多言。宴席当中，觥筹交错，宾主尽欢，而只有在众人举杯向你敬酒的时候，苏清寒才举起酒杯向首位上的你敬向一杯。大如赵天河以及孙女赵蝶衣也在宴上，城主王安明自然不敢怠慢一位大儒，设宴的同时也派人送去请柬。他本以为赵天河不会赏脸，但没想到他竟然还是来了。你自然知道赵天河的来意，林凡逃命之际，他选择出手拦截，其实便是为了彻底和林凡划清界限。这老家伙可不蠢，关键时候算得比谁都清楚。他虽然看好林凡，因此和其起了结交之心，但也不可能和一位刺杀相国之子的真凶牵扯在一起。最明智的选择，自然就是和林凡彻底了断干系。城主王安明向你敬了杯酒，随后语气凛然地保证道：江公子放心，我已经联络了周围的诸多同僚，江陵郡各座城池的出入口都派人严加巡守，连一只苍蝇都不会轻易放出。你扫了他一眼，微微颔首点头。你根本没担心找不出林凡。苏清瑶还在苏家，那是他逆鳞，伤势恢复后必会想办法联系。他若识趣，就该苟住积蓄力量，伺机报复。可如果苏清瑶遇险了，英雄救美这套对气运之子可是屡试不爽，就是不知道他能不能活到那时候。毕竟刺杀大事，凶手还当众逃了。这消息你早已让英叔传给父母，开始摇人，他们坐不住，定会派更强的高手过来。而且林凡重伤后最可能去哪，你心里早就有数。原书剧情里，他除了结识赵天河，还会遇到药王谷太上长老萧银月。城主王安明忽然看向苏长空，苏家主，令格是被轻纱掩面的仙子所掳，他还留了信物，不知那信物是何模样，或许能探明林凡来历。他急于在你面前表现，恨不得立刻拿住凶手，保住位置。今天在雪月阁，他明显看出苏清寒与你走得近，而传闻你好女色。今晚苏长空把小女儿也带来，什么心思他猜不到。苏长空当即拱手，此事我也正想向江公子禀报。说着取出一枚玉簪，你放下金樽，看向赵天河饶有兴致道：在下毫无修为，
看不出名堂，不妨赵老爷子帮我看看。赵天和微愣接过玉簪，以如器探查，不多时便确定，只是普通玉簪，并非信物。堂堂大儒的话，自然有信服力，众人并不意外。唯有苏清瑶有些失落，她真以为是自己天赋好，才被那神秘仙子看中，结果那些话是假的，连信物也是假的。林凡姐夫，难道真和那蒙面仙子是一伙的？苏清寒仿佛知他所想，柔声笑道：“清瑶，你天赋不比我差，只是太贪玩了。”苏清瑶小鸡啄米似的点头，满脸认真。我一定早日追上姐姐。苏清寒笑着摸摸她的头，今日之事，只要苏清瑶无事便好。至于林凡，该怎样就怎样，他自然不会蠢到戳穿你的算计。经历了今天的事，他也不可能再将你当做什么废物二世祖。其实初见时，他实在难以将那个声名狼藉的二世祖与眼前风采超然的贵公子联系起来。怎么看，那些传闻都像是诋毁。苏长空不由得头疼，赶紧小声的提醒道：“清瑶，江公子在问你话呢。”苏清瑶回过神来，急忙回答道：“把我掳走的那名神秘女子。”用面纱蒙着脸，我记不得她的模样，但感觉她应该和我姐姐一样漂亮，而且……你嘴角噙着淡淡笑意道：“什么？”苏清瑶下意识地回道：“而且她身上很香，很好闻。”听到这话，苏长空顿时一副头疼无奈的模样。这算什么回答？为什么两个女儿差距那么大？一个理智聪明的让他这个父亲都很有压力，偏偏另一个像是少长了个脑袋一样，憨得不行。宴上很多人，同时也都不禁摇了摇头。苏家二小姐虽然清纯漂亮，但有时候却好像有些不太聪明的样子。这在于一城也不是什么秘密，所以苏府很少让她独自外出，担心她被人给骗了。你对于这个回答倒有些不置可否的笑了笑，的确是很香也很好闻。你忽然开口问道：“清瑶姑娘至今可曾婚配？”这话一出，宴席上的众人皆是一呆。赵蝶衣第一个反应过来，明眸盯着你，穷鼻发出一声只有他自己才听得到的冷哼。他知道你看似是在问苏清瑶，实则这话仍是在威胁他。以他的性格，是不可能容许单纯善良的苏清瑶这样落入火坑的。苏长空面色微微一变，小心翼翼地问道：“不知江公子这话是什么意思？”苏家偏安于这小小的羽翼城太久了，眼下似乎有了这么一个契机在他眼前。苏长空手心里浮现一层细密的汗迹。苏清寒将自己父亲的那些神情变化尽数收入眼底，心中又是无力又是气愤。你随意一笑道：“倒是没别的意思。”就是见清瑶姑娘清纯可爱，随口问问。苏长空拱手回道：“回禀江公子，清瑶年方28，未曾有过婚配，族中一直让她在书院中认真学习，潜心修行。这些年来，也从未让她和异性男子接触过。”听到这话，苏清瑶呆呆地看向自己的父亲，他脑袋嗡嗡的，然后小脸上血色慢慢褪去，变得有点苍白。怎么好端端的扯到自己有没有婚配上来了？他难道是想把自己嫁人了吗？你继续笑了笑，随后看向苏清瑶：“清瑶姑娘倒是坐得有些远了，是在怕我吗？”苏清瑶依旧呆愣般处在那里，听到这话俏脸毫无血色，随后求救一般的目光看向他的父亲。然而苏长空此刻却似下定了很大决心一般。赵蝶衣看着你轻呸一声，他正在想着要不要给苏清瑶这个可怜的姑娘解围，却是忽然听到一句清冷似雪的声音响起：“清瑶年纪尚轻，不懂世故礼数，怕距离太近，一些无理粗俗举动冲撞得罪了江公子。”伴随着阵阵清冽的幽香，苏清寒起身，盈盈几步来到了你的身旁，随之屈腿坐下，双腿掩映于裙摆之下，显得无比修长。清寒代妹妹向江公子赔罪道歉，还望江公子不要怪罪。他便拿起酒壶为你斟酒满上。苏长空和苏清瑶都有些呆愣，没想到素来骄傲的苏清寒会忽然在这个时候站出来替他解围，是父亲无能对不起你。苏长空心头愧疚之意越浓，苏清瑶则是感动，同时也无比后悔。你笑了笑道：“清寒姑娘说笑了，我只是随口开个玩笑罢了。好端端的，又怎么会责怪起清瑶姑娘来呢？”玉桌下的另一手却是捉住了苏清寒刚刚放下的一对玉手，微凉柔软，能感觉到五指的纤细修长。你似是玛萨玉制的艺术品般，面上神色如常，眸里却一片饶有兴致。苏清寒微微一僵，如触毒蛇，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当着众人的面，他却不敢将手伸回来，担心服了你的面子惹你不悦，整个人如坐针毡。整场酒宴下来，苏清寒都不记得被你轻薄了多少次，连苏长空后面注意到之后，也只能硬着头皮装作看不见，眼中尽是无奈和愧疚。酒宴结束，一众来宾纷纷告辞离开，苏清寒终于是熬了过来，心头也是长舒口气。他恨不得把你的那只手都给砍了去。从小到大，他从来没受过今日这般的屈辱和轻薄。然而在他将要随着苏长空等人离开别院的时候，身后你悠悠声音却忽然响起，让苏清寒的脚步骤然止住。今晚月色挺美，清寒姑娘不知是否有空陪在下一同欣赏欣赏。苏清寒脑袋嗡的一声，银白无瑕的绝美玉容上浮现一抹苍白之色。他本以为在酒宴上屈服顺从，你就会放过他，可听到这话后，他才忽然明白自己是太可笑和天真了。他清冷的眼眸里甚至涌现出一股决绝赴死之色。今日种种已经是他所能做到的最大退让了。苏清瑶虽然脑袋瓜子不太灵，但也隐隐猜得出你这话的意思。大半夜孤男寡女欣赏月色，他小脸顿时变得煞白，看向自己姐姐，眼睛里满是担心和惧怕，小手紧紧抓住了她的裙袖，生怕她答应。姐姐，她一个劲的摇头，脑袋摇得和个拨浪鼓一样。清寒，苏长空脸色变得无比难看，拳头紧握，青筋毕露。酒宴上你对苏清寒所动的手脚，他都看在眼中。身为父亲，他自然气愤不已，但奈何苏家弱小，在相国府这等庞然大物面前，甚至连蝼蚁都称不上。一开始他的确有些攀高枝的念头，但当看清你那随意似作弄玩具一般的姿态后，他才忽然明白，高枝只是他的一厢情愿。他苏长空再怯懦再软弱，也不可能把自己女儿硬生生推向火坑。当下他看向苏清寒，硬气开口道：“清寒，
你不必勉强为难自己。苏家虽弱，但也不是任人揉捏的。然而他这话还未说完，便被苏清寒给打断道：“父亲，你先带青瑶回家吧，我随后很快就来。”苏长空愣住了，不明白苏清寒这是什么意思。不过苏清寒却没有多解释的意思，随后转身朝着别院的亭台中走去，那里早已重新备好了酒水。你站在亭栏边，白衣飘飘，修长挺拔，正拿着干净丝绢擦着手。今晚月色的确挺美。苏清寒的清冷声音在你身后响起，显得格外平静，没有愤怒、不甘、屈辱等诸多情绪。你似略有惊讶道：“我还以为你不会来。”苏清寒清冷回道：“江公子相邀，怎敢不来？”他目光落在你手中的丝绢上，这家伙又在擦手。既然嫌弃碰过自己，又为何还要碰自己？你毫不在意的一笑，依旧抬头赏月。苏清寒看着你，有点诧异，而后也扬起脸蛋望着高悬的明月。夜风吹来，扬起他额间的几缕青丝，似也渐渐有点出神。苏姑娘，请坐。似是过了半晌，也似是片刻，你的声音打断了苏清寒的思绪。他惊异于你竟然一改之前的轻浮称呼，苏姑娘倒是显得有些郑重了。苏清寒老老实实坐下，又看着你亲自动手给他酒杯给满上。若换做别人，恐怕早就感到受宠若惊了，但他此刻冷静异常，静静坐着，如临水照花，清丽脱俗。而你也不再管他，就一杯一杯的喝着。到了后面，连苏清寒也有点怀疑，你难道真是叫他来陪他赏月的？在酒宴上的时候，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你可不是这副模样的。偏偏如今孤男寡女，夜色浓郁，你又成了那柳下惠一般的圣人君子。苏清寒疑惑间，你却忽然笑道：“苏姑娘是在想，在下这个时候怎么反而不对你动手动脚了？”他虽然有些羞恼于这个说法，但还是轻轻地点了点头。你微微一笑，语气无比真诚道：“自然是为了让苏姑娘患得患失，从而对在下产生好奇。”然后一步步被我所俘获。苏清寒一愣，随后反应过来，不禁红唇微起道：“无耻！”他自然不信你这话，这分明是在调侃他，真把他当做那种没头脑的普通女人看待。你叹息一声道：“其实还是因为如今孤男寡女，偏偏在下又无丝毫修为在身，哪怕是想对苏姑娘动手动脚，也是有心无力。”一副很是无奈的遗憾模样。苏清寒一听这个，就忍不住想起白天被他轻薄的事情，清冷眸中更是浮现一抹羞恼。苏清寒深吸口气道：“不知要怎么样，江公子才肯放过我？”放过这话听起来可就太难听见外了，要不苏姑娘还是考虑一下白天在下所提的那些条件。你看你那位父亲，如果不是你及时站出来替你妹妹解了围，他估计都想把你妹妹送我做妾呢。你应该也不想看矮要妹妹被推入火坑吧？苏清寒直接一掷，莹润光泽的红唇动了动，险些气得娇躯直颤。他是万万没想到，你竟然能如此坦然又无耻地说出这话来，连他自己也知道他是火坑。不过你越是这么说，越是笃定了他心中的诸多猜测和联想。或许接下来的所说所做有些大胆，但他也要一试。当下苏清寒再度深吸口气，那如玉石般漂亮的瞳孔倒映着你的清俊面孔，直接道：“江公子乃相国独子，千金之躯尊贵赫，又何苦为难清寒一个弱女子？清寒虽有几分姿色，但也有自知之明。江公子你这般的人物，见过的天之娇女不计其数，清寒在其中又算得了什么呢？”果然自古真话没人信，只有套路得人心。你心中啧啧不已，不过嘴上还是慢条斯理地道：“苏姑娘应该对自己自信一点。以在下阅女3000的眼光来看，你这姿容放眼整个大夏，也是能排进前列的。不说艳绝千古，但名压一方，还是轻而易举的。”能被江公子这么夸赞，还真是清寒的幸运。虽然被江兰夸赞漂亮，但苏清寒不会蠢的，真以为你是被她的美色所迷。这种话随便听听便是了，尤其还是自你的口中。如果没有经历白天的事情，他可能还会认为你是个不学无术的二世祖。但现在接触下来，他只觉得你心思深沉，令人捉摸不透，无比危险，最好还是保持距离，敬而远之。既然觉得幸运，你饶有兴致地看着他道：“那苏姑娘为何一直在拒绝我的好意？”苏清寒摇头道：“清寒命贱福薄，攀不上这就在眼前的高枝。”你笑一脸去打断了他道：“苏姑娘，这是不识抬举了。”苏清寒扬起晶莹如玉的绝美玉容，语气清冷而坚定道：“江公子若是要执意逼迫清寒，那清寒宁愿自绝于此。”夜风中青丝飘舞，让他脸上的神色显得越发决绝。他之所以说出这话，其实也是在赌他之前的所有猜测和联想，在赌他自认为对你的了解。苏姑娘知道你是在说些什么吗？听到这话，你面上再无半分笑容，你的眸子此刻似也变得有些冷意，语气变得有些淡漠。偌大的大夏皇朝，可还从来没有人敢这么拒绝我。你可知道这样的后果？知道，不管什么后果，清寒都会接受。苏清寒神情未变，依旧一脸的坚定决绝，纵然是面对你看来的目光，也极力保持着镇定和冷静，没有任何慌乱。若是猜错，大不了便是一死。他心中早已有了最坏的结果，这本就是他的一场豪赌，好一个宁愿自绝于此。下一刻，苏清寒预想中的恼怒情绪并未出现，你反倒是鼓起了巴掌，淡淡笑道：“苏姑娘可还真是与众不同，有勇有谋，怪不得会被道苍剑派那位收作徒弟。不过我其实还是欣赏你白天时孤傲清高的模样。
你现在反倒是虚伪了。苏清寒直白道：“人是会变的。”看着你这副模样，他就知道自己赌对了。只是对于你这话，他还是有些疑惑不解。道苍剑派的那位是指他的师尊吗？可对于相国之子而言，就算是道苍剑派的宗主，也不算什么吧。不过这时也没时间给他多想。你笑了笑，似有些意兴阑珊地坐下叹道：“你这么说，倒是让我显得有些无趣了。你是怎么笃定我不会为难你的？”苏清寒眸子落在你脸上，语气此刻倒是难得带上几分钦佩。古语有云：“君子自污藏拙于身，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事常德不推，复归于无极。”白天时候，江公子以身为饵，引动林凡现身出手，这才迫不得已轻薄于我，逼林凡愤怒，让他显露破绽。夜晚宴席之上，大如赵天河在场，江公子故意自污藏拙，让我相陪倒酒，实则也是为了掩人口舌。世人皆以为相国之子只是一个纵情声色、不学无术的废物二世祖，连他一开始也这么认为。直到接触之后，他才彻彻底底明白，这所谓的废物，其实只是江兰流于世俗表象的伪装罢了。当今相国权势青天，皇权旁落，大夏境内门阀宗族世家宗门盘根结错，步步为营。若非相国之子，乃是个举世皆知的废物，恐怕当今大夏早已混乱动荡不堪，皇室宗族更是寝食难安，哪里还会这般安生？估计早已因为忌惮相国权势，掀起诸多内斗。而大夏一旦陷入内斗局面，那必然导致割据分裂，其余王朝一族绝对趁虚而入。自此往后，大夏衰弱，必然不复以往万朝来败之盛景，甚至可能自此消亡，彻底覆灭。在这个时候，一位纵情声色、不学无术的相国之子，反倒有助于稳固当今大夏局面。皇室稍安，相国那边也未曾再要二子，没有逼迫皇室，双方尽量保持默契，维持着大夏如今局面。苏清寒之所以这么笃定，除了今日亲眼目睹你对付林凡的算计之外，其实很大方面也是因为见到你那似有洁癖、嫌弃自己的举动。明明并不是好色之徒，可偏偏要做出这么一副样子，长久以来不沾染上洁癖那是不可能的。苏姑娘还真是蕙质兰心，冰雪聪明。只是你是不是想太多了？在下一非君子，二非好人，好色也是本性。长这么大以来，伤天害理之事更是做了不少。你这么为我洗白，很难不让我怀疑你是不是想图谋什么。听到苏清寒这番有理有据的分析，你都不禁想为他点个赞了。虽然自己是给了他这么个答案，但他这么照着答案所脑补的过程，未免也太详细了。你都没指望他能脑补出那么多来。不过面上你还是微微皱眉，一副略有惊异的模样。江公子放心，不论是白天之事，还是江公子的事情，清寒都会以道心起誓，守口如瓶，不会告知于任何人。苏清寒垂了垂眸子，伸手将垂至脸颊的几缕秀发别至晶莹耳畔。对于你这矢口否认的话，他自然不会相信。走到今天这一步，说明你早已不在乎自身名节，弃之如敝履，又岂会因为他这番话就轻易承认这种事情？他心底里其实还是很钦佩的。不管在何处何地，人都是重视名节的，就像鸟爱惜自己的羽毛一样。可你却刻意自毁形象，毫不在意外界对你的谩骂唾弃诸多诋毁。这样的人往往都有一颗超乎寻常的强大内心，所图所谋更是甚大。你淡淡一笑道：“苏姑娘难道不知道太聪明的人总容易早夭吗？虽然你这样为我洗白让我很高兴，但如果我真的如你所说的这样，那我岂不是更不应该放过你？”苏清寒一滞，然后一下呆愣在了那里。他刚才为了赌一把，才不惜说出这番猜测来。可他忘了，如果这是江兰的秘密，那被自己所戳破，他又岂会放过自己？看着苏清寒脸上的懊恼纠结神色，你就知道今晚的目的基本已经妥了。想让这女主归心，一般强硬的手段肯定是不行的。她慕强，那就要表现出能让她所倾慕佩服的地方。现在你浇灌气运到我，则又需要大量的气运。目前唯一并且能有效获得气运的地方，也就是苏清寒身上了。苏清寒的归心依附，自然能为你带来大量气运。其实白天在雪月阁，苏清寒当着林凡的面说出他和林凡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的瞬间，你就能明显感知到虚空当中有大量且浓郁的气运涌现你那泥丸宫中去，思绪涌现，甚至感觉其中隐隐作痛起来。你迄今为止无法踏上修行，体质如此孱弱，便全拜此事所赐。这仇恨比起来，林凡那又算得了什么？不想还好，一回想这事情，你骤然感觉无边疼痛，如抽筋吸髓般自每一寸肌肤、肺腑骨骼中蔓延而出，浑身精气血倒灌，齐齐涌向胸口，整个人仿佛要被抽成枯骨。这病又犯了，你清俊面容刹那扭曲苍白，扑腾一声栽倒在地，手脚四肢仿佛有细蛇在肌肤下穿梭，那是浑身精气血所化。江公子，苏清寒的惊呼响起，他玉容上写满惊骇和不可思议，声音都颤抖起来。你再度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3日的清晨，窗棂外刺目的阳光让你有些睁不开眼，浑噩的脑袋渐渐清醒，意识也恢复过来。你尝试坐起身，却浑身无力，四肢像灌了铅一样酸软沉重。这种感觉就像连续操劳了3天3夜。当然，想要延缓控制这病的发作，的确需要让身体长期处于亏空状态。一旦精血稍微补充上来，离发病也就近了。距离原身上一次碰女人是半月多前，这么看，半个月发病一次，倒也正常。你慢悠悠呼了口气，
气，咽喉里满是血腥味，心口疼得异常。你现在终于理解为什么原身对这病如此惧怕，乃至觉得生不如死。亲身经历后，你完全理解这种感觉，就像浑身经脉肌肉都在痉挛抽搐，心脏蹦出的血液急剧从所有肺腑气脏收回。偏偏在这个过程中，意识比以往更清醒，痛楚被瞬间放大数百倍。10大酷刑估计也不过如此。你对原身这么多年的遭遇表示同情，不过现在轮到你遭罪了。好在犯病过程中，你能明显感觉到原身的记忆如洪流般向你涌来，确切说是洗礼。原本翻阅记忆时总有剥离感，像站在第三视角看别人一生，让你一直有种隐隐的脱离感，觉得自己是上一世的江兰，而非这一世的。而现在随着记忆洪流的洗礼，算是彻底让你融入这一世，你能明显感觉到灵魂与记忆的融洽合一，这也算是这场发病后的因祸得福。江公子，你醒了。厢房门忽然被推开，一道略微惊讶的清冷声音响起。一袭雪裙的苏清寒端着盆清水走进来，盆沿搁着毛巾。这几天都是你在照顾我。但很快恢复平静。苏清寒竟然没回苏府，一直在这，多少出乎意料。那晚江公子不知何故突然昏迷，好在那位持刀护卫及时察觉，把你送回房间。我本打算返回苏府的，但城主府丫鬟手脚笨拙，战战兢兢，所以只好留了下来。苏清寒把清水放下，见你要坐起，便上前搀扶，顺便解释道：“原来如此，那晚估计吓住苏姑娘了。”你笑了笑，在她搀扶下坐起，鼻间传来清淡幽香，因她俯身搀扶，入目可见雪颈处一片细腻白皙，肌肤如玉。不过想了想，你还是移开目光。苏清寒注意到你的举动，怔了怔，这才发现两人距离有些近。因这2天你一直昏迷，他在旁照顾，到渐渐习惯了这些。他白皙脸蛋上浮现一抹不易察觉的红晕，轻轻后退一步，拉开距离，视权从即。清寒失礼了，还望江公子不要介意。苏清寒垂了垂眸子，轻声歉意，随之起身去铜盆打湿毛巾。他记得你有洁癖，当时在雪月阁只是碰了你一下，你就赶紧用丝绢擦手。刚才两人靠这么近，你估计浑身不自在吧？只是他心里多少有些怪异和新奇。明明你能做出一副任意轻薄自己的好色模样，骨子里却抗拒和自己接触。越是了解接触后，倒让他有种哑然的感觉，隐隐觉得你似乎没有看起来那么令人不敢亲近。你闻言只是微微摇头，虽然知道他所想，但也没有解释的意思。毕竟他会这般脑补，也是你有意为之的结果。只是洁癖这个，的确和你这病有关。原身纵情声色，放浪形骸，在外人看来是好色。真正原因是为了缓解压制病情发作，久而久之，原身对此自然厌恶，并因此产生严重洁癖，严重到哪怕只有和他有过关系的女子，再见到也会产生十足厌恶。不必劳烦苏姑娘，我自己来吧。见苏清寒把毛巾打湿，似要为你擦脸，你想了下，还是自己接过。倒不是因为洁癖，记忆融合后，你对洁癖的在意程度其实不大，只是做戏要做全。洁癖这点毛病，还是以后再慢慢改。眼下似乎因为那晚夜谈，加上发病昏迷一事，让苏清寒对你莫名亲近许多，甚至主动做起宛如丫鬟般照顾你的事。看来还真应了那句话，唯有套路得人心。江公子刚刚恢复，我去通知城主府准备点药膳。见你明显有些抗拒自己照顾的模样，苏清寒唇角微微掀起一抹弧度，稍纵即逝。药膳就不必了，我慢慢起身走动恢复便是。摇头，用湿毛巾擦着脸，思绪清醒许多。你这病可不是药膳能缓解的，如果再吃点大补的，精气血液补充上来，没准又发作了。苏清寒点了点头，似欲言又止，最终默然尽力。你看他一眼，微微笑道：“苏姑娘有什么想说的？承蒙这几日照料，但说无妨。”容清寒多嘴，他犹豫了下，轻声问：“江公子，你身上这病是噬心症吗？”他在青山学府时曾翻阅医经，见过记载，噬心者狂意也吞噬心血，四肢抽痛，精气倒流，即一时登高而歌，弃衣而走，打骂悔悟，不必亲疏。那夜亭台中你发病的症状与之一一吻合，你当时所表现的痛楚，令他脸色发白，心颤不已。仅是亲眼目睹，他便觉四肢隐隐作疼，常人恐怕早已哀嚎，你却只闷哼一声，从始至终以恐怖毅力承受。他当时便油然而生由衷钦佩，忍常人所不能忍，方可为常人所不能为。噬心症，你略显意外，笑了笑。苏姑娘从何得知？恰好在一卷医经上看到，噬心症是绝症，但非无解。那卷医经记载了2种办法，一是以心补心，每日吞服精气充沛者心间血3碗，数年可根治；二是卸去浑身精血，达空乏体虚状态，无精血可噬，自然缓解。但第2种无法根治，精血一补，症状便会复发。他打量着你苍白的脸色，看得出你选择的是第2种，怪不得你总是一副清瘦虚弱的模样。不知情者怕真以为你沉浸女色，日夜操劳才至精亏空，连他之前也这么以为。明明平相国府权势，你能轻易取心间血根治，却偏选只能缓解的第2种，是因为每取1碗心间血，便会有多名无辜丧命吗？这几天一想到这些，苏清寒心情复杂至极。见你听完后不再出声，指望着窗外被微风吹落的垂柳出神，阳光洒在你清俊无愁的苍白脸上，仿若诸多心绪。江公子，你继续休息。清寒先退下。他轻声说罢，端起水盆离开。都让你脑补解释完了，我还能说什么？你慢悠悠收回目光，有些意外的笑了笑。你自然猜得到他的想法，也明白他为何对你亲近许多。只是这种事你不可能解释。你这病症和噬心症虽极相似，从某些方面看完全一样，实质上却完全不同。这是换心之后的排异症状，准确说是患了7窍玲珑仙心后的症状。原主自幼体弱，因胎中受昆仑仙虚气机侵蚀，修行艰难。杨姐将如仙是仙胎出世，天赋绝世，2人差距悬殊。原主拼命追赶，却始终不及，逐渐自卑自闭。9岁时，原主
主大病一场，醒来后失去修为，沦为废人，且要承受噬心之痛。母亲暗中将江如仙的七窍玲珑仙心移植给他，并抹去相关记忆。江如仙被挖心后未死，反而重塑仙心，修为更进。多年后，他归来寻仇，一剑刺穿原主胸膛。江兰虽被救回，却心死堕落，才成为帝都纨绔。你冷静看待这场恩怨，理解江如仙的仇恨，但绝不认同他对原身造成的伤害。误会已无法挽回，你与他之间只剩下无可化解的生死对立。此时，你泥丸宫中的气运道果由苏清寒提供气运催化，已成熟至第一阶段，化为命之道果。不过，你觉得有了绝对实力后，堂堂正正展露天赋修为，能更好获取资源与人脉，只是目前还用不上罢了。很快，城主府忙碌起来，城主王安明亲自下令，让管家采购各种灵禽凶兽肉食，为你准备药膳。关于你是新政之事，连负责保护你安全的英叔也不清楚，只知你自小孱弱多病，每隔一段时间发作。至于原因，他不清楚也不敢多问。帝都泾阳城中鲜少有你此病传闻，世人只当你是体质问题无法修行，知晓你曾修行过的世家门阀也晋升不言，心照不宣的成为某种禁忌。与此同时，于义城苏府宽大红木烫金牌匾高悬院门，两边石狮子气派非凡。当日城主夜宴后，苏清寒为反腐而单独留下，2日未归的消息已在几大家族有意传播下飞快传开，各处楼阁茶坊间沦为茶前饭后谈资，有人津津乐道，啧啧称奇，有人痛心疾首，有人羡慕直言苏家怕要攀上高枝，也有人暗讽苏家大小姐趋炎附势，攀龙附凤，更有人说她蛇蝎美人，心肠歹毒。和相国之子早已暗通去款，因不满与林凡婚约，想借相国之子除掉林凡，才与雪月阁私会，被林凡撞见，致林凡怒火中烧，落个刺杀罪名。当然，说这种话的人没多久便被城主府巡逻卫找到，当众割了舌头，以勾结刺客、诋毁相国府治罪抓进大牢。苏清寒离开城主府，一路听着闲言碎语，迎着怪异目光，他心境强大，并不在乎。很快回到苏府，苏府上下这几天都在担心他，却不敢去城主府询问。见他归来，族人长舒口气，但也好奇他在城主府的经历。苏长空和几位族老匆匆赶往他庭院，苏清瑶也担心的跑来。庭院楼阁中，苏清寒在亭台看着桐叶出神，仍穿着夜宴时的素白长裙，神情清冷。苏长空赶来，声音发颤，脸上满是担心自责。清寒，你没事吧？苏清瑶跟在他身后，小脸满是担心，小手攥紧，磕磕巴巴道：“姐姐，你怎么今天才回来？你是不是被那个坏人欺负了？”我没事，让你们担心了。苏清寒看向他们，心中微暖，轻声摇头。苏长空不信道：“真的没事。”在城主府夙夜不归这么多天，他实在难信。姐姐，当时在宴席上，你是为了我才这样的，姐姐。苏清瑶眼里大颗泪水吧嗒吧嗒落下。苏清寒轻揉她的脑袋，柔声道：“别哭了，真的没事，姐姐不会骗你。江公子他不是你们所想的那样。”苏长空一呆，痛心疾首道：“是父亲对不起你，当时就该果决带你走。那厮是不是强迫你做了什么事，还不让你乱说？”苏清寒哑然，他知道光解释没用，若非接触了解江兰，他也不敢相信传闻中的相国之子有那么多不为人知的一面。但是关江兰秘密，他不能多言。关于江公子，父亲不要妄自猜测。总之他没有欺负我。他轻轻道，挽起裙袖，露出一截雪白细腻的玉臂，其上一点手工纱如花娇艳，清晰明显。苏长空呆住，难以相信以女儿的姿色，江兰那厮竟然真的放过他，是不是欲擒故纵？他喃喃道。苏清寒有点头疼，敛了敛神情，再度重复道：“父亲慎言，江公子的事不要多问了。”苏长空讪讪，见苏清寒真不像有事，这才离开。苏清寒拜入道仓剑派的事早已在苏家传开，若无那日林凡刺杀，苏家此刻估计在大摆筵席。道仓剑派是大夏4大剑派之一，底蕴深厚。他这般年纪突破4境照幽静，前途光明。苏清寒看向妹妹，轻声道：“我知道你和林凡关系不错，他之前常给你买小玩意，但自今以后你要和他划清界限。他是刺杀江公子的刺客，被大夏通缉，你不能被他牵连。”离开城主府路上，他看到各处悬赏榜上的通缉令，刺杀相国之子这罪名，足以让林凡在大夏再无立足之地。除郡守悬赏外，诸多世家宗门也张贴通缉令，试图抓到林凡讨好相国府。苏清瑶面露纠结道：“姐姐，你怎么知道这些？”苏清寒瞥她一眼，轻轻摇头。苏清瑶闺房里放着的脂粉盒子等物，明显不可能是侍女带的。再联系她对林凡的亲近态度，不难猜出是谁给的。林凡处心积虑接近苏清瑶，又是为何？姐姐，这几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感觉你对那个大恶人江公子的态度好像好了很多？苏清瑶抓住他胳膊，好奇问道：“态度好了很多吗？”苏清寒微讶，没想到苏清瑶能察觉这点异常，他没否认，唇角掀起一抹稍纵即逝的弧度，右脸下发生了一些令我意外的事情。苏清瑶呆愣，这算什么回答？苏清寒捏了捏他的鼻子。总之你要记住，江公子不会是什么坏人。我不知道林凡和他有什么恩怨，但林凡蛰伏苏家这么多年，隐藏实力谋而不发，倒是可怕多了。一个宁肯忍受多年噬心之痛，也不愿伤害无辜之人，哪怕坏也坏不到哪儿去。苏清瑶懵懂点头，有点不好意思的小声说：“其实我第一眼看到江公子的时候，也觉得他不像是什么坏人。”苏清寒哑然，差点忘了这丫头自小喜欢长得好看的东西，标准的颜狗。城主府正在用膳的你，感觉冥冥中又有不少气运涌来。融合那颗气运道果后，你对气运的感应更为强烈灵敏，甚至能通过感知气运的气息判断来源。苏清寒的羊毛倒是好好，不过短时间内不太可能让气运道果成熟至第2阶段。你心中笑了笑，这女主聪明是聪明，但也比你想象中单纯。接下来把林凡解决后，不知又能获得多少气运。身畔英叔语气恭敬禀报道：“公子，按你几天前的吩咐，
我已让江陵郡郡守传令，各地城主派人严加看管城中药房商铺，一旦出现大量采购炎阳属性药草的人，就直接控制住。可有动静？随口问道。林凡被碧海天心玉波及，留有寒症，短期内只能靠炎阳属性药草压制。这类药草只有大城大型药房有售，暂时未有动静。不过帝都传讯，楚先生会过来一趟，亲自保护少爷安全。英叔恭敬道。提及楚先生时显露敬意，你有些意外。楚先生是相国府供奉7境法相境修为，实力强大，8境劫桥境凤毛麟角，机不可见。英叔道。楚先生顺道替老爷办事，夫人也有一物要交给少爷，顺便保护少爷安全，解决刺客一事。林凡刺杀你对相国府而言不可思议，相国唯有你这独子，若出意外，大夏天都得被陷。你笑了笑，如今重伤的林凡，英叔杀他也足矣，但为防意外，你还是向相国府摇了人。之前让英叔祭出碧海天心玉，另有原因。碧海精粹会沾染敌人神魂，另一块玉可感应位置。母亲让楚先生送来的正是另一块碧海天心玉。英叔下去后，你看着药膳，这些肉食虽含气血，但能带来的生命力不多，或许是死物失去生命精华。你眉头微皱，你能操纵侍女的生命力，直观他们的身体情况，推测寿元，但消耗精神，距离越远越弱。你尝试操纵英叔生命力，但精神犯空，头晕也难以动摇。6境修行者照幽冥戟，铸造魂功，天地周虚之气护体，除非极度虚弱，否则难侵。但普通1、2境修行者，距离够近你仍能操纵。生命掌控与自身精神修为相关。若有苏清寒4境修为，操纵6境应不难。唯一不确定林凡是否会被萧银月所救。他若提前出现，说明剧情已变。他会在哪位置？药膳后回庭院，2个选择：守株待兔，有苏清瑶在手，但麻烦耗时，瓮中捉鳖。等楚先生送碧海天心玉，确定林凡位置，不枉围剿。2种都需要时间。这段时间可做另一件事，明知道果可掩饰身体状态，先提升实力最重要。你回忆血仙教遗址，数千年前血仙教席卷9州，造成无边灾祸，后被大夏联合仙门清剿逼退，未来会卷土重来。但你感兴趣的是血色禁典中的命和无量境，这功法契合命之道果，且你能操纵生命力，完美解决弊端。关于血仙教遗址出事的剧情还有段时间，但并不妨碍你提前截胡。突然鼻尖一阵清淡幽香，伴着清幽似冷泉的气息，你神情不变道：进门前记得敲门。一道高挑修长的倩影悄无声息出现在你身后，素青色轻纱龙纱长裙，发髻如云，面纱轻眼纤容，琉璃青眸不含情感，如冰雕般冷若冰霜，生人勿近。若苏清寒是深山孤雪，眼前女子则是万年冰山。